我本是一只突破到汉魃级别的僵尸，1000年前却被茅山武道一指黄符镇压，如今被陈列在博物馆里供人参观。我这也太惨了吧！穿成一只僵尸也就罢了，还是一只被镇压的僵尸。2分半前，我穿越到这个平行世界，通过融合记忆知道自己穿越到了一具成年僵尸身上，还是一头被镇压的僵尸。但是除了无法动弹之外，视觉感官什么的都可以正常使用。对于穿越者来说，系统虽然可能会迟到，但是永远不会缺席。虽然我惨了点，穿成了个尸，但是总不能没系统吧？所以系统，你确定要苟着不出来吗？系统绑定完毕。新手大礼包是否领取？果然还是来了，我就知道不能免俗，领取新手礼包。新手礼包领取成功，100年修为发放中，请稍后。这就是100年修为的力量吗？看来脑门上的镇尸符虽然还对我有影响，但是我已经夺回了一部分身体控制权。等接下这镇尸符之后，我可以彻底恢复行动了。大家小心一点，不要随意触碰这些文物。这具尸体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女导游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游客们的注意力很快就被吸引了过来。数百年历史，导游忽悠人的吧？正常尸体最多2、3年就彻底化成白骨了吧？我感觉这尸体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装的。我觉得也是，连皮肤都完好无损，哪里像是死了几百年的？大将军到此，他脑袋上贴着的是什么玩意儿？根据典籍记载，这黄纸是道家的镇尸符，专门用来镇住那些会动的尸体的。扯犊子吧你！那玩意儿都消失多少年了？再说了，就算尸体会动，区区一张黄纸就能镇住吗？是啊，都什么年代了，还整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就连西方的教廷都不再传教了，咱们东方那点神话传说就更不用说了，早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被当作糟粕给去了。导游，你要相信科学啊！我敢肯定，就是工作人员假扮的，忽悠消费者。我们要退票。我是一名主播，我要把这些录下来。你们简直是侵犯消费者权益！这些人真是有闲心，还在这里吵闹，恐怕用不了多久，这个世界就会大变了。我就不信，这世界上真有数百年不腐的尸体。这些旅游区天天就知道整虚头巴脑的东西坑钱。今天我就来看看这里面装的究竟是活人还是喜人。我这边录着像呢，一会儿就发到网上。对，让其他人也知道这金山旅游区的真面目。正在这时，游客之中走出了一个颤颤巍巍的老太太。年轻人们，你们别冲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笑话，如果都像你这样，还要科学干什么？你这老婆婆不会是景区请的托吧？别听她的，我们动手。几个年轻人气势汹汹地向我所在的玻璃棺材走来，看起来是钢化玻璃。这可是完全密封的钢化玻璃，如果里面的人真的是活人的话，那又是怎么呼吸的？难不成真是一具尸体？掀我的棺材板，难道我堂堂尸王不要面子的吗？系统任务发布，外面这么热闹，蹦出去给他们助兴，奖励龙血3升，1000年修为。1000年修为，如今我已经有100年修为了，已经不惧镇尸符了。有了1000年修为，那岂不是强了不知道多少倍？就是冲着奖励，我也要出去啊！在镇尸符的作用下，我的动作还不是很方便。等等，你们快看，他的手好像动了。你们看，他就是。就是你们想要砸我的棺材是吧？对不起，我真不是故意的，求求你放了。相信吸了龙血之后，我的实力一定还能更进一步，或许可以直接晋升为魃也说不定。还是先找个地方喝了龙血，提升实力才是正道。你们还不错，没有像他们一样。这段时间你们还是多准备一些必需品在家待着吧，或许用不了多久，这个世界就要大变了。这个世界果然有问题，室外的阴气比室内浓郁了近乎数倍。系统检测到天地大劫将在半个月内降临，请宿主尽快提升修为。系统任务发布，恐怖时代降临之前，在这个世界站稳脚跟。本任务为长期任务，每完成10%就会获得奖励。目前进度0%。当务之急还是找个地方稳扎稳打，提升实力。就这里了。恭喜宿主选址成功，任务完成进度10%，目前进度10%。恭喜宿主获得神秘大礼包1份，是否立即提取？提取，顺便把之前的龙血也提取出来吧。话音刚落，一个木盆和一个金色的宝箱就出现在我的面前。龙血，我吸了吸鼻子，心神陶醉。我直接端起木盆牛饮，在服下龙血之后，精纯的能量直接从我的丹田处迸发，流向4肢百骸。不好，一次性喝太多，拔劫要来了。
与此同时，青山的游客们看到一朵朵云层向着隔壁山脉汇聚。我的天啊！你们快看，那边是怎么回事？这云黑的像是要滴出水来，看着怪阴森的。难道是什么超自然现象吗？这也太壮观了吧！不过为什么感觉心里毛毛的？这云快要盖到地上了，我有巨物恐惧症，太恐怖了。这绝对是自然奇观，我要把它拍下来发一波朋友圈。游客们对着结云指指点点，更有不少游客纷纷掏出手机准备拍下这一幕。这么大的结云，如果在地面上渡劫的话，别说是这种洞了，就是连整座山峰都会被毁掉。你们快看，那里好像飞起来个人。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神仙吗？嘿！本来还想再陪着结云玩一会儿，但是再这么下去，恐怕整个山顶都要被毁掉了。我看了一眼周围被烧焦的树木，刚刚在这里选址，可不愿意轻易挪地方。我走到不远处溪水旁边，看着溪水中的倒影，满意的点了点头。先回洞里看看吧，接下来只需要将仰视阵点融会贯通，就可以将这座山变成我真正的大本营了。龙华帝国某研究所内，最近民间没有新觉醒的能力者吗？暂时没有发现。我们特能局的人才招聘必须要提上进度。距离浩劫来临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我们特能局必须在浩劫来临之前有足够的实力保护老百姓能平安度过难关。要不要对外公布消息？暂时不用，现在公布消息不仅没有好处，反而会引起恐慌。我相信我们特能局能保护老百姓的安全。弱智，进来吧！话音刚落，门外就进来一个和尚。弱智见过法相师叔。师叔，外面发生大事了！弱智赶忙将青山的经过汇报，随后又拿出手机，将从网上下载的录像打开，呈给法相。法相眉头顿时皱起，竟然有这等事！想不到大劫即将来临，世间竟然横生出这等妖孽！阿弥了个陀佛！师叔，要不要派18铜人前去？先不急，有因必有果，这是道家的问题，自然由道家出面解决。这些年道家避山不出，不过镇师符被撕毁，他们应该早已有所察觉，而且这僵尸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师叔，那我先告退了。对了，你师伯怎么样了？师伯依然在面壁，已经20余年未出面壁塔了。当年的心魔确实对他影响很大。当年金山寺被毁，你师伯来到大相国寺就一直在面壁，希望他能早日看破吧。师兄，希望你最好沉浸在心魔之中，如果你哪天苏醒的话，我这地位可能不保啊。我意外穿越成姜丝，一个渡劫视频，各路势力纷纷紧张了起来。一名鹤发童颜、仙风道骨的老道手握拂尘，正在蒲团静坐。何人破我门镇师符？难不成是青山？可是他也仅仅是一具黑将而已，又怎能挣脱符转？正在这时，院落之中跑来一个小道士。师叔主，青山那边出事了。果然是青山。随后，小道士拿出手机，把我渡劫的视频给老道看。大劫即将来临，我道家谋划出世，为了传播道教文化，才将巨骨石碑放到青山展览。没想到几天不到，就出了问题。他渡劫的地点可是青山旁边的鬼头山。正是，相信鬼头山的那位应该不会放任这只僵尸在鬼头山撒野。小道士听得云里雾里。好了，你去通知武当、天正、正一、茅山、邵阳、正阳等门派，还有各地有名有姓的出马仙，让他们尽快赶到终南山商量对策。各大势力几乎都是在第一时间收到了消息，都是反应不一，各怀心思。不过与此同时，一些平时人迹罕至、阴气极重的地方也同时有了反应。各位父老乡亲，封门唯一幸存者风灵儿向你们发誓，一定要找到青山的那位高人，哪怕是为奴为婢，也要报20年前我封门村绝户之仇。多么熟悉的气息，这正是江祖现世之征兆。今夜吾等便破了这封印，去寻找江祖。各方势力反应不一，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的我，却在溶洞旁边悠哉悠哉的盖房子。这盖房子还真是一门技术活。我看着自己盖的房子，脸色一黑。这房子根本看不出半点房子的样子，反而更像是一个大型火柴盒，四四方方的。虽然我已经化身为拔，但是僵尸的能力还在。要不出去咬个美女设计师，让她给我盖个好看点的房子。身为拔，却天天住山洞，传出去绝对会让人笑掉大牙。恭喜宿主获得信仰之力200，信仰值够1000，可开启系统商城，目前还差800点。
什么情况？这信仰之力是躺着就可以获得吗？自己明明什么都没做呀，这信仰之力是怎么来的？有2名凡人信仰了您，每一位凡人能为宿主带来100点信仰之力。听到这话，我顿时闭上眼睛，果然感觉到有2道微不可察的能量正在向着自己汇聚。信仰来源是青山那边，我倒要看看究竟是什么人这么有眼光。信仰我的不是别人，正是之前我饶过一命的老太太。那老太太和女导游半蹲着，正烧着一沓天地银行的纸钱。看来这老太见识还是挺广的。之前听那个砸我棺材的说，这个世界宗教文化已经几乎泯灭在了历史长河中，没想到他还懂这些。我饶有兴致地看着2人的举动，地上的2人并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小女娃子，跟我一起拜拜吧！我早就说了，对鬼神要心怀敬畏，那帮年轻人怎么就不听呢？女导游也不敢怠慢，跟着老太一起跪下来。我发现，在他们跪拜的时候，从2人身上传来的信仰力量似乎变强了少许。单单论信仰态度，他们已经足够虔诚了。系统，你刚才说蜕变成拔就算正式跨入神阶？是的。如今鹦鹉雷和养尸阵点均已大成，我体内的力量已经有90%演变成了神力。只要有阵势的话，布下养尸阵没什么问题。养尸阵不仅能汇聚周围的湿气和阴气，还能起到防御作用。封门村风灵儿信仰了您，信仰值加500。腾腾镇金甲狮王信仰了您，信仰值加1000。那个风灵儿是来找我的，不过目前信仰值已经破了1000，系统商城应该可以使用了吧？系统商城正式开启，宿主任务进度完成10%，奖励神秘礼包1份，目前进度20%。又有一份礼包，不知道这次礼包之中有什么东西。提取礼包。礼包之中全部都是布阵材料，真是缺什么来什么。怎么感觉到似乎有一双眼睛正在盯着我？原来是个小女鬼，看来她应该是被人下了某种邪术。我需要一个阵眼，如果你能扛得过去，自然会挣脱墓碑的束缚；如果你要抗不过去，那就是你的命了。看来你的意志力还不错。恭喜宿主获得小鬼彤彤的信仰，信仰值加1000。进步这么大吗？谢谢主人帮彤彤脱困。以后别主人的叫了，叫我大哥哥就好。被一个小丫头骗子叫主人，我心里感觉怪怪的，我可没那种恶趣味。彤彤闻言，顿时如同小鸡啄米般点头。为了获得更多灵力，我在我的地盘布下聚灵阵，众多小妖纷纷不满。你们应该感受到了吧？天地灵气减少了，真是怪事！难不成这是那天地大劫来临之前的先兆吗？谁知道呢？不过我感觉这绝对不是什么好事。你们别瞎猜了，事情的经过我已经查清楚了。这些天地灵气不是凭空消失了，而是被鬼头山那边吸走了。鬼头山难不成是那鬼王做的？我觉得不太像，他一个鬼要那么多天地灵气有屁用？可这手段明眼人一看，绝对是大神通。除了浅云界，这方圆800里也只有那鬼王能有这本事了。你们的想法太简单了，你们说的的确不错。这方圆800里的妖魔精怪，除了我和那鬼王之外，没有任何人再有这样的本事。可是你们忽略了，纵然是我们2人把所有家底拿出来，也绝对做不到这种效果的1/10。所以在我眼里，只有2种可能。什么可能？要么就是有什么重宝现世，引起了天地异变；要么就是那离火鬼王得到了什么好处。对呀，大姐的本体果然不愧是玉面狐狸，脑子就是比俺俩强。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了。鬼头山的山腹之中，一道道鬼影不断从地底浮现。好香啊！辽教将军，这天地间的阴气怎么充实了这么多？哈哈哈！单单是吸了一口，就感觉我这身鬼气又凝实了不少啊！恐怕用不了多久，我们也能像辽教将军一样化形了。这个自然，不过你们难道没想过，天地间的阴气为什么会这么浓郁呢？我们这头脑哪能和您比啊？您快说说到底是为什么？很有可能有什么阴兵重宝要出事了。离火大人出关在即，如果咱能把这宝物拿回来，在大人出关时献给他的话，或许就是奇功一架。这还用你说？不过你们放心吧，如果鬼王大人赏我，必然少不了大家的好处。我去救回。鬼宝现世，这份功劳怎么能少我一份？这里怎么会有一个泥巴砌成的火柴盒？难不成是其他势力捞过界了？这帮愚蠢的家伙已经不把离火大人放在眼里了吗？辽教鬼心中很是愤怒。辽教将军，等一下！急色鬼，你怎么也来了？你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来？既然这样，那我先上去试试他们的实力。先等等，里面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了？一个小女鬼。我操！
快把你的口水收起来！这小丫头片子才多大，你还是这副德行。姚教将军，这次功劳我不跟你抢了，不过有个前提，那就是把这小丫头给我。好啊，正合我意。我先出手吧，我怕你出手过重，伤到这小家伙儿，那就不好了。是谁？小丫头，让叔叔来陪你玩玩。好强的防御，这小丫头身上难道有重宝？姚教将军，快来助我！哼，真没用，连这小丫头都搞不定。原来是敌人，今天大哥哥教了我好多本事，正好试试。看来这小丫头身后有靠山，莫非并不是鬼宝出世？连一个小丫头身上都有如此强悍的防御性鬼气，那她身后的究竟是个什么存在？如此重宝给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鬼，就算是离火鬼王都没有这么大的手笔啊！灵了！大哥哥说了，只要闯入阵法的人都得乖乖留下，所以你们就乖乖留在这里吧。嘿！哎呀，我只是要抓住他们，没想到不是很熟练，不知道大哥哥知道会不会生气。喂，我和你闹着玩的，你死了吗？过了许久，彤彤发现撩教鬼还是没反应，眼看性命不保，急色鬼也顾不上，直接扯开嗓子大吼：“前辈，恳请您放了我，我愿意用这次大劫的秘密来交换。”大劫的秘密？马家长老闯进我鬼头山，追杀我的小幸福，我直接将其抹杀。前辈，恳请您放了我，我愿意用这次大劫的秘密来交换。什么大劫的秘密？前辈，您看到天上的那一轮血月了吗？我闻言抬头看去，果然天上的月亮和以往不同，在月亮周围围绕着一层淡淡的红色。我看向血月的时候，身体内的血液流速竟然加快了近乎3成。把你所知道的都告诉我。我生前看到过类似的景象，当时天上也出现了一轮一模一样的血月，在血月下，鬼车鸟停留在京城的观象台处，昼夜哀叫。天空的东北角上有云气四起，又似关刀，先是白色，后变红紫。你说的可是天启大劫？正是。随后震地之声传来，我就死在了青楼之中。等我变成幽魂时，竟然看到周围的房屋已经全部变成了废墟。原来如此。血月只是大劫来临前引起的天地异象，不可以此确定。你的意思是，血月前兆所迎来的劫难，包裹但不限于天启大劫？宿主猜想正确，这个世界的天启劫难只不过是诸多大劫之中破坏力最低等的劫难之一。本次劫难就连本系统都无法准确预测，请宿主尽早做足准备。听到这话，饶是我心中都难免有些震惊。看来还真不能小瞧啊！你所知道的就这些东西吗？急色鬼连连点头。好了，彤彤，送他上路。大人，你不能杀我啊！我愿效犬马之。搞了半天，尽是这些没用的情报。下次再有这种不入流的货色入侵，直接宰了就好。彤彤连连点头。老虎，这小子是不是发现我们了？鬼知道，刚才幸亏没听你这傻玩意儿的话，否则踏入对方的阵法的话，那就不是一句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了。他到底是人还是妖啊？我怎么感应不到呢？我也没有感应到，不过怪异的是，我在他身上闻到一股熟悉的气息。什么气息？你还记得任家镇吗？当然记得，这都过去多少年了。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小妖怪，和大姐一起跟着当年的妖王一起去任家镇参加正邪之战。任家镇也就是因为那次大战而被毁灭的吧？如果没猜错，他这股气息和任家镇僵尸一脉的气息很像。你说这小子是僵尸？不可能啊！就算是飞僵，也没有布阵的本事啊。那我就不知道了。在此之前见到他一面，就算事情不成，死我也心甘情愿了。他进了鬼头山了。听家里的长辈说，这鬼头山最近出了一个妖孽。两位长老，我们应该怎么办？如果抓不到他，恐怕回了马家也不好交差啊。如果只是离火鬼王，倒也没那个胆子驳我马家面子。但是那位的脾气暂时还没摸清楚，万一冒犯了……他话还没说完，就被另外一名妇人打断了。六长老，这可是在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啊！哼，这世间修士，谁敢不给我东北马家3分薄面？难不成六长老胆怯了？你……年轻男子看到两位长老斗起嘴来，不由一阵头大。两位长老，要斗回去再斗。我与柳仙契合的时间还不长，恐怕坚持不了多久。只要我们在鬼头山周边的话，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而且我马家办事，何须看他人脸色？走，赶紧抓住他回去交差。不好，他们的速度好快。
好强的蛇毒，竟然是最难缠的柳仙。风铃儿，封门村欲灭，这次看你往哪里逃，还是乖乖跟我们回去吧，我们也好交差。这么漂亮的小女孩，真是可惜了。跟你们走，像太奶奶一样被炼成你们马家的战灵吗？为了摄取太奶奶魂魄，你们当年不惜屠尽封门村数百余口，此仇不共戴天。今日就算我逃离无望，也要用这把断剑拉你们做垫背。你竟然将你们封门村那些鬼也封入剑中带了出来！你一个区区筑基期的小女子，拿什么和我们斗？正当马家男子准备等等，那边有人！众人都纷纷看了过来，我正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们。东北马家办事，闲杂人等速速离开！让我离开我的地盘？难道所谓的马家就这么霸道的吗？小子，你可真是不走运，下辈子记住，别没事来山里瞎溜达了。放心吧，我会给你一个痛快的。你就这么有自信，能嘎了我？小子，你看过玄幻小说吗？我就是传说中的修士，放心吧，修士出手，你是不会感觉到痛苦的。彤彤，送他一个造化。对大哥哥出言不逊，少喜。在一旁观战的马家男子和六长老直接呆愣在了原地。如果你们两个再敢动半寸，你们的下场必然和他一样。前辈，我们本是无意闯入，请给我们马家一个面子。是你们自己找喜。彤彤，动手吧。不，你不能杀我，特能局有。马家男子话说到一半，脑袋就直接被洞穿，就连在不远处的六长老也同样如此。切，特能局与我何干？恭迎离火鬼王出关。怎么不见辽教将军和吉色将军？明知本王出关在即，竟然不来迎接。鬼王大人，辽教将军和吉色将军昨日就出去了，至今未归。哼，无头无身。在。吉色，辽教二鬼擅离之首，特命你等在1日之内将两鬼捉来见我。遵命。无头无身，两鬼齐齐应了一声，正准备离开山腹。正在这时，山腹入口传来一道冷峻的声音：“离火，真是好大的官威啊！”特能局的人，你们怎么会在这里？我离火并没有违反特能局的规定吧？两位来我这里有何贵干？我们此次来也没什么大事，就是例行公事，拜访一下新上任的城隍爷。城隍。自己刚出关，怎么就成城隍了？难道是之前在地府的运作起效果了？正当离火鬼王摸不着头脑的时候，旁边一个小鬼出声了：“鬼王大人，昨日您闭关时，黑白二爷来访，特意说了此事。”原来如此。离火不应该叫城隍大人了。这次大劫即将来临，城隍爷也要多多协助青山分局处理一些未获人间的恶鬼。这个自然，作为城隍，这是我的分内之事。看到林化龙摆着一张臭脸，还以为特能局要请我去喝茶呢，真他妈吓死老子了！我们地府和特能局自然是同气连枝，共同为大劫做准备啊！讨之鬼，过来！话音刚落，一名长得还稍微像个人的鬼赶忙走到离火鬼王身边。你现在去离鬼头山最近的酒厂抢。不，买几桶好酒回来，我要和特能局的兄弟一醉方休。算了，喝酒就免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通知你。什么事情？最近鬼头山来了一名大神通者，不知道这所谓的大神通者有多大本事。离火鬼王微微一愣，随后不屑地摇摇头。反正在没有明确对方是敌是友之前，尽量不要和他起冲突。好了，话我已经带到了，告辞了。这和想象中的不一样啊！难不成那个巨型火柴盒是什么特殊的法器？你问我，我问谁去？别想那么多了，上去问问不就知道了。是谁？一个小鬼，难不成是那位大神通者的小丫鬟？不等两人说话，一道阴灵之气凝结成的锁链便直奔林化龙要害而去。我的妈妈呀！这一言不合就动手！彤彤，住手！前辈饶我等性命，我等并没有恶意啊！前辈，我们是特能局成员，此次专程带着后列来访啊！彤彤，他们是来拜访前辈的，并没有恶意。彤彤这才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抱歉，劳烦你们等一下，我这就去通报前辈。前辈，特能局的人来了，说要拜访前辈。特能局，这是什么宗门？不是宗门，是帝国成立的专门管制修士和能力者的机构。特能局青山分局秦子敬见过前辈。特能局青山分局林化龙见过前辈。这是我们准备的薄礼，还请您笑纳。帝国还真是好大的手笔，这可不是一份薄礼啊！没有，这不是宝物能者得之吗？好了，你们还是说正事吧。前辈，如今天地大劫已经不是秘密，作为特能局成员，我们自然以维护帝国安全为首要原则。可现在的情况却不容乐观。我没有接话，静静的等待下文。道教毕竟是帝国的国教，已经答应出山抵抗天地大劫，但是诸如其他宗门势力态度都是模棱两可。我知道了，你们回去吧。这
看到我没有表态，秦子敬咬咬牙，硬着头皮继续说：“而且目前还有一个最头疼的问题，西方教廷、印度教这些国外比较知名的势力都已经蠢蠢欲动，很可能对帝国不利。放心，我还不是那种披着黄皮吃里扒外的香蕉人。前辈，那我们就不打扰了。”穿越城市王的我外出收复黑龙，两个老妖却趁机间入我家中抢夺宝物，统统启动阵法对他们发动攻击，可是却没有什么效果。哼，区区锁链，我石魔可不怕。果然，这阵法还是不够完善，怪不得任务进度到了20%的时候就不再增加了。如果阵法再次加固的话，说不定任务进度就会窜上一窜，还能领取奖励。石魔，快点！刚才大姐说不定已经感受到了我的气势，如果让她知道我和你在一起，那可就糟了。他回来了！我的妈呀，他竟然骑着一条龙，世间所有妖王都要仰望的存在，可却甘心被这个男子骑着，连金龙都能降服的大女，我就算再修炼1000年，也绝对不是对手啊！他再不讨小命休矣！回来，否则血。如果他要追的话，可能会在眨眼间追上我，我该怎么办？你就是这座泥巴屋的主人吧？把你的宝物交出来，并离开此地，我等说不定还会饶你性命。你多话了。说吧，你想怎么写？大人，此事全怪石魔啊，是他诱惑我前来，求大人饶我一命啊！呵呵，你觉得可能吗？大人不要杀我，我可以臣服，哪怕就是在这里干杂活都行，只求您高抬贵手，饶我一命啊！干杂活，你可不能随便抢别人的饭碗啊！风铃儿此时也是狠狠瞪了树精一眼。开什么玩笑！我可是好不容易才混到留下来打杂的，为的就是和前辈亲近一些。这树精想抢我的饭碗。如果你长得不是这么扭曲，或许我还可以留下你当我的护山镇将。可惜你这扭曲的长相着实不符合护山镇将的标准，所以我还是送你上路吧。大人饶命！大人留下我还有用啊！看着我的手缓缓抬起，树精连反抗的念头都没有，只是在原地浑身发抖。然而就在这时，树精不经意间看到了我身后那火柴盒形状的房子。大人别杀我，我会盖房子，我会盖房子啊！盖房子？是的，我会盖房子。好，那你就试试吧。多谢主人不杀之恩。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如果你盖的房子让我不满意的话，我不介意把你捆起来当一个柴火制造机。好的，主人，我这就动手。2天半后，一座漂亮的庄园映入眼帘。主人，您看这样是否满意？如果不满意的话，我再改。不错，你可以留在这里了。谢主人，小妖以后定然兢兢业业，为主人效犬马之劳。树精，你可有名字？主人，小妖自诞生灵智之后，便以树精自称，并没有名字。没有名字，那以后你就叫茂凯吧。谢主人赐名。对了，主人，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但说无妨。其实之前石魔找我时说过，他之所以来主人的地界，一方面是因为特能局送给主人的宝物，另一方面他是受了离火鬼王的教唆，在石魔来找我合作之前，他曾去过离火鬼王那里，并且从离火鬼王那里得到了主人的消息。茂凯不敢隐瞒，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全盘托出。看到我面色没有任何变化，茂凯又继续说：“但是如今这离火鬼王却动不得。”怎么动不得？离火鬼王是地府最近钦点的城隍爷，虽然目前他还没有正式走马上任，可动了他的话，恐有得罪地府之嫌啊。虽然主人神通广大，但是地府那边……这个你不用操心，地府怎么样我管不着，但是只要离火鬼王惹到我的头上，别说地府了，耶稣也留不住他。我说的有道理。我本是一只突破到汉魃级别的僵尸，1000年前却被茅山武道一指黄符镇压。这是龙之心血，只有我的护山镇将才有资格服下它。这护山镇将，难道自己要变成正式公了？不过你要记住，如果你敢有反叛之心，那么就要变成柴火了。我的话，庞佛在茂凯头上浇了一盆冷水，顿时让他冷静下来。这是主人赐给我的大机缘，以后一定好好跟着主人混，坚决不要变成柴火。行了，自己找个地方吸收去吧。我身形一闪，消失在原地。茂凯本来想找个地方吸收龙之心血，可突然茂凯眼珠转了转，似乎像是想到了什么，随后悄悄离开鬼头山。青山小妖刘鬼信仰了您，信仰值加200。青山小妖槐树精信仰了您，信仰值加300。青山小妖春树妖信仰了您，信仰值加250。怎么又突然蹦出来这么多信仰值？风铃儿，茂凯呢？风铃儿连忙小跑到我身边。前辈，刚才茂凯突然腾云而去，我本想来告诉您，但是又怕打扰到您，所以……我轻轻点了点头，随后闭上眼睛，神识向着四周散去。此时的茂凯正在向着鬼头山赶来，而他刚刚所离开的位置，正是他之前的洞府。在洞府周围还盘踞着一些树木修成的精怪，围在一起叽叽喳喳。
不多时，茂凯从天而降，恭恭敬敬地跪伏在我身旁，手中还捧着一个木质箱子。主人，我之前害怕打扰到您，所以并没有向您说明情况。我离开的时候，先去了一趟石魔洞府。石魔平时虽然被其他众妖所排斥，但他却有一个癖好，那就是收集天下奇石。如今石魔已死，这些奇石已经是无主之物，茂凯正好前去取来，献于主人。小伙子，这路越走越宽啊，不错，我很满意。一旁的风铃儿眼中浓浓的羡慕，还有少许的失落。不行，我也要想办法讨前辈欢心才行。去将龙之心血吸收吧，等吸收完之后，你就是我的第2大护山阵将了。等你服下龙之心血之后，那离火鬼王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是主人，茂凯定为主人出这口恶气，将离火鬼王就地正法。大姐，树精这货恐怕已经彻底反水了。妖各有志，我们也强求不得。如今你已经成为妖皇，这方圆千里哪个敢忤逆于你？这鬼头山灵气深厚，要不我们下去将那人宰了，占了这鬼头山？不可，那位大神通者实力深不可测，绝对不是目前的我可以与之抗衡的。一道强横之极的气息陡然从鬼头山山顶处传来，这是妖皇的气息。狐妖瞬间瞪圆了眼睛，这股强横的气息也只比他身边的苏浅云弱了一丝罢了。就连一直很淡定的苏浅云，此时眼中也闪过一抹异色，向着鬼头山方向看去。我的天，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是狐族上古文献中对神木神桃的记载，依我看来，上古神桃不过如此罢了。我等拜见武王。你们不必谢我，要谢就谢主人吧。没有主人的栽培，就没有茂凯的今天。这时，地上的小妖们才明白，原来在妖皇的背后还有一个更为强大的存在。一道道获得信仰值的提示音在我脑海中响起。没想到竟然还有这等额外的好处。如果没有主人所赠机缘，就没有茂凯的今天。茂凯多谢主人栽培，主人，茂凯这就去将那离火鬼王拿下。离火，你屡次冒犯主人，还不快出来受死！山腹之内，离火鬼王的山门在茂凯一击之下彻底化为粉尘。然而，等茂凯进入山腹之后，却傻眼了。这山腹之中早已没有了一道鬼影，就连地上也满是狼藉。我擦，逃了！茂凯脑袋一懵，随后回过神来，这离火鬼王定然已经发觉事情败露，早早跑路了。茂凯不敢怠慢，赶忙回到山顶，将离火鬼王洞府内的情况一字不差地告诉我。罢了，区区一个小角色，以后碰见的话再顺便收拾了。